无人机直袭首都核心区，乌军推进俄境桥头堡，俄军苏梅前线崩塌，摧毁了俄军无人机指挥所，乌连破战线，投降潮席卷顿涅茨克，多线出击炸穿俄后方，乌军导弹炸俄司令部，俄军油库连环爆，5天4袭，乌军猛攻克里米亚，俄军基地遭大规模打击。特朗普拟推史上最严对俄制裁，不支持乌克兰国家或遭500%天价关税。俄军疯狂布雷引爆乌克兰地雷脱约，普京霸权破产。F-16飞行员乌斯季缅科牺牲，乌克兰痛失一位蓝天英雄。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6月30日，莫斯科市区突发爆炸，再度引发全球关注。尽管具体原因尚未明确，但从现场视频来看，莫斯科上空腾起大量黑烟，间或伴有火光和爆炸声，场面令人震撼。目击者称，爆炸发生时有明显震动和警报声响彻市区。目前，俄方尚未发布详细通报，但有迹象显示，这极有可能是乌克兰的又一次远程无人机袭击。这已是近1周内莫斯科第2次遭遇袭击。6月25日前后，乌军刚刚对莫斯科工业区发动过多架无人机打击，而本轮袭击则可能更具破坏性。在别尔哥罗德地区，乌军依然坚守既有阵地，没有被俄军突破；而在库尔斯克地区，利格夫方向的俄军目标遭到乌军精准打击，乌军部队也正向特特金诺方向推进。还有消息指出，乌克兰军队再次突破库尔斯克州的俄军防线，挺进尼古拉耶夫卡村，并成功占领了该地关键的战略桥头堡。苏梅战线拉锯战仍在持续，尽管俄军在该地区集结了超过 5.1 万人，是乌军兵力的3倍，并日军伤亡达300至400人，仍不断投入后备部队发动攻势。然而，乌军将精锐部队调往前线实施反击，成功遏制了俄军攻势。当前战线已推进至奥列克西夫卡以南区域。6月最后几天，乌克兰战场进入激烈对峙阶段。尽管俄军持续施压，但乌军在多个方向成功稳住防线，并展开局部反击。乌克兰总参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30日，俄乌两军共发生104次交火，俄军发射超过4176枚弹药和56枚滑翔炸弹，乌克兰回应了355架无人机的猛烈打击。当天，俄军伤亡1070人，战线几乎毫无进展。北线库尔斯克和东部莱曼方向的乌军取得了局部战果，俄军则在波克罗夫斯克个别区域小幅推进。在前线最激烈的波克罗夫斯克，乌军摧毁了俄军的无人机指挥所，焚毁了所有相关文件、现金、FPV 及侦察无人机，以及操作员使用的弹药和技术设备，疑似由海马斯火箭系统完成打击。近期海马斯在乌克兰战场表现活跃，屡次立功，可能得益于美方增加军援及信号干扰问题的突破。另外，俄军试图依靠兵力优势封锁波克罗夫斯克至米尔洛格勒一线，交战极为激烈。近日，乌克兰特种部队还击溃了一支俄军小队，其中一名瓦格纳佣兵试图假死躲避，最终还是不得不举手投降。这一幕是俄军战场窘态的缩影，打不过逃不掉，便只能靠装死苟且求生。事实上，这种画面早已屡见不鲜。今年1月，乌第79突击旅曾用手榴弹封堵掩体，14名俄军当场被俘。在乌格莱达尔方向，5名士兵手被反绑带走，而在巴赫穆特周边，
数名俄军躲进天然气管道中妄图藏身，也终究被乌军搜出。这并非偶发事件，而是俄军全面混乱的真实写照。战场物资缺乏，通讯混乱，部队指挥失控，士兵装备简陋，士气低落。更严重的是，士兵们已不再信任他们的上级，不再相信这场战争本身，他们只在乎如何保住性命。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克里姆林宫不断宣传的胜利、英雄主义，现实却是越来越多的俄军士兵用逃跑、投降、长生管道等方式反投票这场战争。乌军俘虏的不仅是士兵，更是在逐步剥去强大俄军的伪装。顿涅茨克如今更像是一座投降者的集中营，反映的是整个俄罗斯战争机器的失控与颓败。近日，乌克兰对被暂时占领的顿涅茨克地区的重要俄军目标实施了一次精准打击，引发高度关注。据当地媒体报道，袭击导致俄罗斯第8联合集团军司令部发生严重火灾，具体损失尚未完全公布，但现场火势猛烈，浓烟冲天，显示出打击威力不小。这一行动被认为是乌军对俄指挥体系的又一次有效打击，凸显其在深度打击与情报支持方面的能力不断提升。俄罗斯发布的报道指出，乌克兰还对顿涅茨克地区俄军暂时被占领的铁路枢纽发动了4次袭击，疑似使用了风暴阴影导弹。托列茨克方向，乌军在击退俄军进攻后，重新夺回迪利夫卡以东区域。与此同时，在扎波罗热方向，俄军对卡缅斯克的进攻被乌军顽强击退。乌克兰无人机于近日对卢甘斯克的一座俄军油库发动精准打击，造成剧烈爆炸与大面积火灾。根据现场画面显示，浓烟冲天，火光蔓延整个油库区域，爆炸声接连不断，疑似储油罐被引爆，现场一片混乱。此次袭击目标明确，打击的是俄军在后方的重要燃料补给点，极有可能对俄军在东部战线的持续作战能力构成干扰。袭击发生后，卢甘斯克地区交通一度中断，当局封锁了周边区域进行灭火和安全排查。目前尚无具体伤亡信息，但从火势与爆炸规模来看，油库设施已遭严重破坏。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再次试图夺取新斯杰波瓦村。尽管去年俄军曾5次声称控制该地，今年再度宣称占领，但战场现实显示其进攻收效甚微，未能取得实质进展。俄军再次发动对库皮扬斯克方向新席尔卡镇的机械化进攻，但被乌克兰第43机械化旅成功击退。尽管乌克兰方面去年曾多次宣布对该村实现控制，累计达5次，但乌军依然坚守阵地，保持对该地区的防御态势。在赫尔松战线，乌克兰军方首次使用无人机投掷122毫米与155毫米重型炮弹，袭击俄军在第聂伯河左岸的阵地。热成像监控画面显示，俄军基地在短时间内连续发生多起爆炸，火球腾空而起，爆炸波及范围广泛，极具威力。这标志着乌军无人机能力再上新台阶，从传统的小型侦察或轻打击发展到可携带重型炮弹实施远程打击，大大降低成本的同时，提升了精准打击的效率。以往这种火力多由战机完成，但伴随着 F-16 战机高昂的作战成本和高风险，使用无人机逐步成为主流。乌克兰空军近日出动一架米格29战斗机，对扎波罗热州赫罗佐夫地区的俄军防御阵地实施空袭。行动中，战机投掷了3枚 GBU-39精确制导炸弹，对目标构成严重打击。此次打击显示出乌军在前线灵活运用空中力量与高精度武器的能力，进一步削弱了俄军在该地区的防御部署。此外，据俄罗斯电报频道间谍档案透露，6月25日，乌军导弹击中扎波罗热州波洛西的俄军第36独立近卫特战旅分队掩蔽所，造成包括分队长亚历山大·沃尔科夫在内的11名俄军官兵窒息身亡。
过去5天，乌克兰军队对克里米亚展开了至少4轮密集打击，行动频率之高，火力之猛烈，凸显出乌军正在有步骤地升级对该地区的军事压力。最新一轮袭击发生在6月30日深夜。根据俄媒 Astra 等消息，克里米亚西部的一处俄军军事基地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方紧急启动多套防空系统拦截。网络流传的现场视频显示，克里米亚和黑海上空被密集火光染红，远处连续传出爆炸声。当地民众称至少听到了6次剧烈爆炸，不排除乌军还动用了远程导弹。目前，克里米亚大桥已被关闭。据当地媒体报道，约有10架乌克兰战斗机向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地区发射了风暴阴影导弹。事实上，过去1周，乌军对克里米亚的攻势几乎未曾中断。6月25日，乌军同步打击了俄军在克里米亚的海军基地与空军机场。6月27日，乌克兰特种部队摧毁了俄军在黑海的 S-400 防空系统及3套雷达。6月28日夜里，乌克兰安全局对克里米亚基洛夫斯克俄军基地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航空部队驻地、防空设施、弹药库及敌方侦察和攻击无人机。乌方最初称该基地的苏 30SM 战机被毁，后澄清多架直升机包括米8、米28和米26都被摧毁，连铠甲 S-1 防空系统也遭重创。卫星图像和视频显示，该基地发生了猛烈爆炸和大火，这表明乌方已不再将克里米亚视为后方，而是将其纳入主动打击圈，同时也试图通过持续消耗打击削弱俄军对该地区的掌控。与此同时，乌空军还向北部战线发起精确空袭，使用 JDAM 制导炸弹精确打击俄军阵地，爆炸引发强烈震动，目标区建筑被毁，烟尘滚滚。这是近期乌军对北线发起第2次空中打击，而此前他们的重心主要集中在南部战线。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克里米亚频繁遭袭，乌军战机直接空袭该地区仍属罕见，多数情况下，乌方倾向使用无人机与无人艇展开远距离打击。这种低成本高风险控制的方式正在成为现代战争的新主流。德国领导人马库斯·索德近日在公开场合表示，坦克与战机的时代正在终结。他强调，欧洲必须将无人系统纳入防务核心，并呼吁德国打造一支配备10万架无人机的现代化军队。他指出，乌克兰在这一领域的实战经验已成为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军队未来转型的重要参考。俄罗斯再次对哈尔科夫动手，宣称高精度打击乌克兰无人机设施，打的还是那个老掉牙的剧本，摧毁生产线，切断威胁源头。过去1周，俄方密集空袭哈尔科夫，声称重点打击乌克兰的军工厂和无人机制造中心，试图通过技术打击压制战场压力。然而，现实并未如俄军所愿。早在2024年3月，俄罗斯就曾摧毁哈尔科夫的吸血鬼6轴无人机工厂，还造成多名工人及外籍技术人员伤亡。但事后的发展表明，这种打击不过是杯水车薪。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势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越打越猛。俄军坦克在前线频频被炸，后勤车队被盯上，甚至士兵如厕时都可能遭遇精准袭击。这种不断回头炸工厂的做法，其实正暴露了俄军的无力感和技术焦虑。面对乌克兰灵活高效的无人机战术，俄方束手无策，只能不断摧毁表面目标以出口气。但这种行为不仅无助于改善战场态势，反而进一步凸显乌克兰在战术创新和技术运用上的优势。俄军的轰炸也许可以炸毁设备，摧毁厂房，但炸不掉的是乌克兰持续反击的意志。真正陷入恐慌的是那个始终躲在无人机阴影下，却只能靠空袭止痛的俄罗斯。美国著名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近日透露，总统特朗普计划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严厉制裁，而不支持乌克兰的国家
将面临高达500%的关税处罚。据 Nexta 新闻报道，6月29日，格雷厄姆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他曾与特朗普一同打高尔夫球，期间获得了对方推动对俄制裁的明确承诺。格雷厄姆声称，这套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制裁方案正是他推动的。特朗普当时对他说，是时候推动你的法案了。该计划预计将于7月开始执行，作为共和党更广泛制裁战略的一部分，未来还将推出更多相关措施。但事实上，特朗普是否真的会采取行动，仍存不确定性。此前，白宫曾暗示6月会实施制裁，后来却一再推迟，如同特朗普曾说的再过2周施加压力，结果总是拖延。更引人关注的是，就在此之前，美国财政部于6月27日颁发新许可，允许俄罗斯主要银行开展交易，支持2024年11月前启动的外国核项目。这一举措大大利好与俄罗斯合作的匈牙利，特别是其与俄方价值120亿欧元的 TAX-2核电站项目。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近期透露，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实际上并未对俄罗斯实施太多实质制裁。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也明确表示，将继续跟随美国的政策步伐，双方在对莫斯科的态度上有高度一致。总结来看，面对特朗普的表态，仍需关注其实际行动，而非言辞。无论支持或反对特朗普，都不得不承认他的决定充满变数，这在近期伊以冲突中已表现得十分明显。随着7月的到来，2025年下半年俄乌战争的走向仍未明朗，美国接下来的策略备受关注，我们拭目以待。俄军不顾一切使用杀伤人员地雷的行为，最终促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命令，宣布乌克兰退出渥太华公约，即全球禁止使用杀伤人员地雷的条约。他在讲话中指出，俄罗斯从未遵守这项条约，也从未停止用地雷制造死亡。我们不能单方面受制。不仅乌克兰、波罗的海3国、芬兰、波兰也宣布退约，开始在与俄接壤的边境立即布设杀伤人员地雷。这不仅是军事上的决断，更是将俄罗斯进一步隔离于另一个世界的政治宣告。俄国的疯狂袭击换来的是乌克兰和西方国家更大规模、更无保留的反制。德国连夜送出射程更远的金牛座巡航导弹，美国与盟友宣布解除对乌军火援助的所有限制。这不仅意味着乌克兰获得打深打远的能力，也代表了西方对俄罗斯彻底失去耐心。有情报显示，7至8月间可能会有6000名朝鲜特种兵加入俄军战场。但在乌克兰密布的地雷阵和高精度火力面前，这批援军究竟能撑多久，仍是未知数。更令人震惊的是，俄军内部已启动屏障部队机制，一种开枪打逃兵的二战旧制被重新启用。根据乌克兰情报部门公布的通话录音，俄军士兵已被命令对撤退者直接开火。愤怒的士兵在电话中喊道：“他们疯了吗？要杀自己人？应该先打死这帮混账！”国际多家智库一致认为，此轮夏季攻势可能是俄军最后一次集中发力。一旦失败，俄军将再无足够兵员与装备发动大规模地面进攻。土耳其军事分析师奥古兹指出，俄军像苏联时代一样，用小城镇与村庄的战术胜利粉饰战场疲软，但这些毫无战略价值。换句话说，俄军正在重复历史，但已无力改变结局。6月29日，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格奥尔基·季希在社交媒体发文，痛批普京关于北约东扩导致战争的言论。他援引2024年普京亲口欢迎北约秘书长访问莫斯科的官方记录，指出俄罗斯曾明确表示希望加入北约，并赞成北约东扩有助于全球安全。格奥尔基指出，北约从未威胁过俄罗斯，真正威胁俄罗斯的是他自己对邻国主权的贪婪欲望。正是这种对扩张的执念，才逼迫中东欧国家集体投奔北约，保护他们的下一代免受殖民与奴役。近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空袭行动，
动用了包括舰艇、陆基、潜艇和轰炸机在内的多种平台，发射超过450架 Shahed 无人机，以及 KH-101-KH-55 巡航导弹、3M14 口径导弹、KH-47M2 匕首超音速导弹和 9M723 伊斯坎达尔 M、KN-23 弹道导弹，覆盖乌克兰全境。在抵御这波猛烈攻击的过程中，32岁的乌克兰一级飞行员中校马克西姆·乌斯季缅科驾驶 F-16 战斗机奋勇迎战。因飞机受损，他为避免伤及平民，错过了最佳弹射时机，最终壮烈牺牲。乌克兰空军通报指出，乌斯季缅科在当天的任务中表现英勇，先后击落7个空中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签署第444号总统令，追授其乌克兰英雄称号及金星勋章，并向其致以最高敬意。当前尚不清楚其 F-16 战机具体损毁原因，但业内普遍认为很可能与俄军自杀式无人机的残骸有关。这类低热信号目标难以被导弹锁定，飞行员常需接近至极危险的距离，方能用机炮或近程导弹完成拦截，而碎片极易被吸入进气口或撞击机体，引发坠毁。此前类似事故也曾导致米格29和苏27战机损失。在防空系统紧缺的背景下，乌军不得不以昂贵的 F-16 战机承担拦截导弹无人机的任务。这种高风险、高代价的策略也彰显出乌军在保卫领空时的勇气与无奈。总统泽连斯基在哀悼中表示，乌斯季缅科自顿巴斯战争初期就投身战斗，他的牺牲令人痛心。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将永载乌克兰空军史册。泽连斯基还承诺，乌政府与军队将妥善照顾好乌斯季缅科的遗孀和年仅4岁的儿子。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